小马，啊，一会儿你吃完了，把叶锦堂寄回来，让他吃点东西。我不去，他爱坐哪儿就让坐哪儿好了。还有2口吃了吧？再来点吧。谢谢周边。周边，别关门了，我想透透气。好。叶锦堂，吃点东西吧。我不饿。你的枪伤还没有痊愈，这样硬撑着可不行啊。我没事儿。亚楠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刚喝了一些粥。门怎么开着？亚楠想透透气，实际上想看看你的情绪怎么样。我没事，只是觉得有点对不住你们。这次行动的失败，我负主要责任。我对敌情的复杂程度没有考虑周全，预案准备的也不够充分。不，是我没保护好唐宗年。我答应过他，一定要送他上船，可是我没做到。你不是一直对他有些成见吗？他临死的时候，我觉得他真的想做一个洗心革面的好人。尤其是他快死的时候，还在跟我说情报的事。他把情报的事和你说了？说了。他告诉我一组数字。9、4、3、2。9432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同你银行。冯医生。他一直都在叫着冯医生，冯医生。他不想死。你进去休息会儿，我让小马来换你。不用，你们休息吧，我来做警戒。好，那你赶紧趁热把粥喝了吧。雨飞，以后有什么事儿的话，让德胜带你去教堂，有车方便多了。怎么了？嘟个嘴。教堂遇到困难是吧？一家人难得在一起吃个饭，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啊。你看这几道菜都是爸亲自下厨做的，好久没吃到爸做的菜了，是不是？锦堂哥不在，我们这家人还是没有聚齐。你哥他最近忙，也很难联系上他。这样吧，等你哥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一家人再好好聚一聚，好不好？
锦堂哥，他是一个人在外面吗？怎么可能？他一个人的话，爸怎么放心得了啊？有我们的人。你遇见他了？没有，我只是担心他。放心，有我啊，还有德胜，你锦堂哥不会有事儿。是啊，锦堂和我经常保持联络，你不用担心他。爸，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说。我要离开上海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明天我先去一趟教会，跟他们说一声，我想继续出国念书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德胜，哎，那你明天陪着宇飞去准备准备，该填的、该买的，都该备齐了。不用了，这些我自己准备就行了，不用麻烦你们了。吃饭，好吧？我不吃了，你们吃吧。我先上去了。嗯。老板，到书房说。哎，啊，德胜，我跟老徐谈一谈，你先坐着吃饭。好。走。关门。锦堂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消息，不能确定他是不是回到租界了。奇怪了，可是我们的人离开码头的时候，他们人已经撤了，而且我相信锦堂一定能够突破包围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复命？会不会是因为他受伤了，或者是出现了其他意外情况呢？这紧急告示也贴出去了，知道我们在找他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想到了一个最坏的结果。希望不是我想象那样。你是说，锦堂拿到那份名单了？唐龙林死的时候跟锦堂在一块儿，不知道跟他说了些什么。
怎么了，锦堂？有心事儿？有些事儿没想明白。能和我聊聊吗？今天有件事儿没告诉你，是我把护送唐宗年走的消息和时间告诉了冯楚良。我早就想到了，不然冯楚良不会提前在码头设埋伏。那你今天为什么不问我？你向你的上级汇报工作无可厚非，毕竟我已经同意了和你们共享情报。你和他说了，这也没什么。我原本想让他们提前埋伏在那儿，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，他们可以支援我。而且我也告诉他，你同意跟我们共享这份情报。我还告诉他，唐宗年在临走的时候会交给我一份军统内部叛徒的名单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冯楚良他们被渡边的人给包围了，最后是你帮他们脱身的吗？不是。那他们是怎么脱身的？方楚良是日本人，在军统的内奸。冯老板是我们的人，我亲耳听到的，亲眼看到。我听到了他跟渡边做过情报交易，我听到了他一直在给日本人出卖情报。我亲眼看到，他为了灭口，亲手杀死了自己3个手下。我求你了，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别！那3个人，我都认识。他们就这样眼睁睁地死在我面前。我想，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，杀他们的人，竟然是冯楚良。可是，如果是冯楚良告诉渡边的，那他不应该在码头上出现，渡边也没有理由包围他。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他知不知道？你已经知道他是内奸了。应该不知道。唐宗年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渡边并不确定情报是不是已经被我们拿走了，所以他不会这样轻易的放弃。再加上余德生已经来过这里，这说明冯楚良也很想得到这份情报。如果照你说的，他要是内奸的话，我担心这里会越来越不安全了。余德生不会说的，他答应过我，不会告诉冯楚良的，你可以放心。这里毕竟离码头太近，如果渡边进行大范围搜索，这儿很容易被发现。我看，还是换个地方比较稳妥。唐宗年临死前跟你说的关于情报的那几句话，你想出什么了吗？没有，我脑子现在很乱。不过我想过了，我想留在这儿，跟你一起把情报的事情弄清楚。好，锦堂，其他的事你就别多想了，你去休息一会儿，这里交给我吧。不用了，我睡不着。怎么这么急着离开上海啊？
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啊？就是想回去再学点东西。回来以后才知道，经历那么多事，才发现这个地方根本就不适合我。今天锦堂都带你到哪儿去了？锦堂，我很久没见他了。玉飞，能够把你劝离开上海的，我，你爸爸，哼，没这个能力。德生，更别说了。能够劝你离开上海的，只有锦堂。爸，您想多了，这是我自己的决定。您想我回来以后，你们也没有跟我说过任何有关锦堂哥的消息。现在我连他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我到哪儿去见他呀？是啊，锦堂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爸，很久了，我一直有句话想问你。说。你和锦堂哥之间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？没有问题，真的没有。你想多了。好了，既然你什么都不愿说，那爸也不勉强了。那船票的事，德正会给你安排，也就这几天。早点休息。您也早点休息。冯玉飞此时想到了唐宗年当时对他的嘱托，可是当初他明明是看着唐宗年死去的，却又有那么多人说他是诈死。那么这把钥匙该怎么办呢？他找不到唐宗年，而他自己也将离开上海。他唯有将钥匙交给他最信任的人。没伤到筋骨，应该很快就可以恢复了。别告诉宇飞啊，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事，用衣服盖盖就好了。老板，其实这件事儿真的没这个必要。德胜他应该不会怀疑你什么，毕竟他和景堂是你一手带大的。凡事都会有你所控制不住的时候，我的一个都快控制不住了，就万万不能失去第二个了。德胜他在您身边时间久，比锦堂好管多了。那可说不准啊，他今天就有些怪怪的。我让他去找锦堂和韩东林，主要就是为了唐东年的情报。可是他一回来，我就发现他心里有事儿。这孩子，什么事都瞒不住我的。他能瞒你什么呢？我问你啊，如果今天我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回来第一件事情你会干什么？当然是汇报情况了。是啊，当然。可是他回来的时候，而且还是跟宇飞一块回来的。他对于任务事情，他只字未提。你说这正常吗？会不会他已经发现我们那些事儿了？还不至于。
冯楚良和老徐的谈话，虽然对于冯玉飞来说只是一知半解，但他明白，冯楚良和老徐之间有着不一般的秘密，而冯楚良的伤更让他敏感地想到了亚楠的伤势。为什么他们会在同一天执行任务？而且他们都受了伤。冯玉飞有些迷茫了，他知道这把钥匙只能暂时放在自己这里。哎，亚楠，你躺着别动了。主编，其实我的伤没那么严重，于飞说了，我可以下床活动的。不用，什么事情都等你养好伤再说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给你治伤的那个冯医生，真是冯楚良的女儿吗？是啊。你跟她认识？哦，我们是在共济院认识的。他是唐宗年的主治医生。那我怎么没见过他？啊，那天我要给唐宗年注射针剂的时候，叶景堂正准备刺杀唐宗年。这个时候，那个日本女杀手出现了，劫持了于飞。叶景堂杀了那个日本女杀手，救了于飞。然后，他就被巡捕房的人带出了医院。原来是这样。这个情况我没有及时向你汇报，因为冯玉飞离开医院以后，我再也没能见过他。其实，我觉得我挺对不住于飞的，在医院里跟他共事那么久，好多事情都瞒着他，我还利用过他。那也是没有办法，你也没有别的选择。主编，叶景堂虽然和于飞以兄妹相称，但我知道于飞一直爱着景堂。你好好养伤。我们有可能明天还要转移，要辛苦你坚持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可以撑得住。主编，以后一定不要让冯玉飞再受到伤害。我们以后的行动，千万不要再把他牵扯进来。放心吧。你怎么还不睡啊？我睡了，你也累了，进去睡吧。不用管我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也不会搞成今天这样，是我欠你。别这么说，没有谁欠谁的，都是并肩战斗的同志，所有的问题，我们都必须一起来面对，一起来解决。你把我当成你们的同志？只要是真心抗日救国的，都是我们的同志。况且，我一开始就肯定你的为人。可是我把唐宗年逃跑的计划和路线都告诉了冯楚良，以后你还会信我吗？你也没有料到冯楚良就是叛徒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你当然是我们的同志。看来我以后得叫你老同志。叫什么都可以。唐宗年临死说的那些话，你解读出来了吗？我知道通利银行，这是一家美国银行，在租界里。我在想，那组数字会不会是银行保险箱的密码？如果真的是保险箱的密码，那就麻烦了。为什么？现在保险箱的密码都是以几组数字的形式存在的。唐宗年告诉你的这组数字是94322，它有可能是94322，或者是
9432，它可以多种排列和组合。你觉得我们能猜对的几率有多大？更何况，它也不一定是保险箱的密码。看来唐宗年给我们留下一个大难题。唐宗年手上的这份情报，是关于日军加号计划的。我们总部也一直要求我们尽快找到这份情报。据我推测，这是日军一个大的战役。我送你进教堂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宇飞，不要再去环卫港见锦堂，很危险，知道吗？这事儿瞒不了多久。相信老板昨天晚上都已经看出来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去见过锦堂。你去见过他了？你放心，我答应过锦堂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虽然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我相信他。他做的事情一定有他的道理。德胜哥，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锦堂哥跟爸爸之间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事儿也是我想知道的。那爸爸的伤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事你知道了？我亲耳听到的。为什么你们之前一直不提这件事？是不是这件事情跟锦堂哥有关系？会不会是他开的枪？宇飞，怎么会是锦堂呢？锦堂怎么会向老板开枪呢？是渡边。宇飞，这事儿我们不再谈了，好吗？今天晚上我来接你，不要再去见锦堂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老板，我回来了。德胜送宇飞去教堂了吗？去了。他们有没有去别的地方？他们只是在教堂外说了一会儿话，没别的事儿。怎么？你担心他们有事儿瞒着你？德胜啊，没跟我说实话。可能都已经见过锦堂了。见过锦堂了？嗯。不会吧？他们不会欺骗你的。就算是宇飞不告诉你，那德胜总会把这件事向你汇报吧？现在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。我现在最担心的是，锦堂到现在都没回来复命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是啊。他以前执行任务的时候啊，最晚第2天就会和我们的人联系，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。是不是他受了伤？不可能，在码头我没有看见他受伤。难道他已经怀疑我们了？不排除这个可能。那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再等1、2天吧。或许真的遇到什么麻烦。老薛，去帮我办个事儿。什么事？去打听一下
这码头的消息，渡边是从哪里打探来的？行，我马上去。我们从昨天开始一直盯着冯楚良，发现叶锦堂并没有出现过，冯楚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行动。这很正常。昨天唐宗年一死，叶锦堂一定知道。我们在盯着他们，他不会那么快就露面。对了，除了冯楚良之外，你再找人盯着冯宇飞，说不定冯楚良会让冯宇飞和叶锦堂碰头拿情报。明白。啊，明天你再把那个洋棺材给我叫来。怎么，我们还有什么要打听的消息吗？他接触的人多，知道的小道消息也就多。这回码头的事情反映出，什么样的消息渠道都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情报。这个人留着对我们有用。明天我要再问他一些其他情况，说不定就能推断出叶锦堂的下落。科长说的对，特殊的人有特殊的用处。既然他喜欢钱，明天就给他一些，让他以后专门为我们做事。明白。对了，那个小西门的阿三一会儿就来，他又给你准备了几幅李流芳的字画。哦，但他那里收的精品可不多。你以后再帮我问问，看有什么地方还能搞到更好的货色。啊，明白。锦堂，我想了想，要解得出唐宗年说的那几条线索，一定要回租界去，要不然光在这里分析，什么结果都没有。但目前的问题是，怎么把亚楠带走？我原本想把他留在这里治伤，但现在看来这根本行不通。我已经让马编辑回租界找车了，到时候想办法把他接回去。目前也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亚楠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亚楠，亚楠，他烧得很厉害。看来是受到了感染，得马上送回去治疗，要不然后果严重。这样，我先去找宇飞，你们在这儿先等等我。哎，我看要不这样，一去一回还要耽误时间，不如先转移，直接回租界，然后再找宇飞。这样也行。等小马一回来，我们马上转移。我说阿三呐，就这么几张纸，能这么值钱？你懂什么你？哎，这要碰上识货的，起价就得5000。几张？不是几张，是1张5000。什么？1张5000？啊！你小子他娘的蒙谁呢？这东西要这么值钱，那我看不出来。
难怪渡边不愿意要你的破玩意儿，那是他不识货。你这假的吧？是不是想去糊弄渡边呢？我呸！你不懂就别在我面前装大尾巴狼。哦，对了，明儿不是渡边找你去吗？你再帮我打听打听，他到底是怎么个意思？他要是就一个劲儿压价，这事儿啊就还有的谈。闹了半天，你小子是想让我开口？你知道渡边明天叫我去干嘛的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？也就是爷我之前随便开了开口，跟他说了点帮会码头的事儿，这不，他就屁颠儿屁颠儿的叫我明天去领钱去。阿三呐，不是我说你，折腾来折腾去，你也就赚个跑腿钱。你再看看爷我，咱吃的这叫开口钱，只要我上嘴皮子下嘴皮子这么一碰，这钱就跟滔滔江水一样往里头流啊，那他挡都挡不住。我说，你小子这胆儿也太大了吧？这情报都敢卖到渡边那儿去了，那有什么呢？哎呀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是杨官才告诉渡边的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是从帮会那儿得到的消息，明天就去渡边那儿领赏钱。这个杨官才真他娘的不是东西，竟然把情报卖给了日本人。人家至少还得到好处了，我们呢？哼！你刚才说，渡边最近在收李流芳的字画？对呀，他最近对这方面可感兴趣了，收了不少的好东西。我们这里有什么好货没有？有2幅字画，一直在库房里放着呢，品相绝对上乘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最新的发射器，你可以把它摆在画轴里。渡边不是喜欢李流芳的字画吗？你就想办法让他收下我们那2幅。你想窃听渡边？这行得通吗？他全部心思都摆在那字画上，他哪会注意到这些？啊！再说，就算被他发现，到那个时候，或许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这万一要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再说，我们已经被他逼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不会受到他的牵制。你想窃听渡边？这行得通吗？他全部心思都摆在那字画上，他哪会注意到这些？啊！再说，就算被他发现，到那个时候，或许我们已经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了。这万一要被发现了怎么办？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啊！再说，我们已经被他逼到这个份儿上了，只有主动出击，才不会受到他的牵制。那倒也是。我相信啊，渡边他也一直在找景堂。那毕竟他们的人手和资源啊，都比我们充沛得多。一旦有发现，我们只要抢在他们之前行动就行了。我在想，这万一渡边不把字画带到办公室怎么办？那就直接送到特高科去啊。送到特高科？那这货怎么送过去啊？那个杨官才不是要去领赏吗？可以找杨官才啊。找杨官才？他能答应吗？只要有利可图，他一定会答应吧。哎，可以试一试。那好，在你把监听设备架好之前，我也应该出现在渡边的视野里，
好几天都没动静了，他也许会怀疑。那是不是太危险了？那不会，我出现才不危险。尤其在这个时候，他不会轻举妄动，他就想知道我从景堂那儿得到了什么。你赶紧去办吧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等等。另外，你跑一趟黄卫岗，看看那里是不是真的像德胜所说的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。没问题。坚持得住吗？小马已经把车停在村口了，我已经暴露了，必须换一种方式进去。亚楠就托付给你了，我会安全把他送进去。咱们进入租界后，还是在老地方，印刷厂仓库见面。行。你这东西品相还行，可我怎么就没看明白这到底哪儿值钱呢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全上海李流芳最好的东西，可都在你面前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没糊弄我吧？不信呢，找个买主试试。买主哪儿都有。万一你这东西是假的呢？假不了。我就知道，特高科的渡边正在收这个。你说，我敢拿假的吗？那我就奇了怪了。你知道渡边在收这画儿，你干嘛自己不去？我实话告诉你，这两件东西在外头见不得光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原来这两件东西到你手里头不干净是吧？这不是你偷了驴让我挖掘的吗？我不干。再不干净的东西到了日本人手里，可就都干净了。你说，谁还敢上日本人那儿较劲去呢？倒也是这个理哈。哎，我明天去见渡边，这货我能帮你出了。这价钱嘛，你自己掂量就行了。不管怎么的，钱到了手，你拿大头都没关系。我就是缺钱，不管你留多少，我都收。爽快。但有一点，不管你想什么办法，这两件东西必须要送到渡边的手上，不然流了出去，被人发现的话，早晚要查到咱俩的头上。你以为我缺心眼儿我啊？咱拿钱走人，能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是不是？好，好，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明天你到渡边那儿回来，我来找你。哎呀，放心吧你，1分钱少不了你的。走了，抓紧时间，要不然我就没辙了。你怎么这么啰嗦呀？你走，等拿钱吧你。停车！车上拉的什么东西？印刷用的纸张和油墨。这是提货用的出库单，还有我们2个人的通行证。
把这个箱子给我打开。什么都没有，全是纸张和油墨。好了，下来吧。好，放行。给我送！发现一些医药用品，还有血布。小心！有情况，快追！是。站住！往哪儿跑？站住！快！别跑！快！这边。报告，冯楚良那里有什么行动没有？没有。会不会是我们把冯楚良逼得太急了？他对情报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。冯楚良不会是这样的人。我们把他逼得越紧，他就一定越想拿到那份情报，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已经是最后的救命稻草了。只要这份情报到手，那他就可以在我们或者重庆那边任意选择一条对他有利的路来走。这对他来说非常重要。我觉得，或许他在准备什么。但就这么盯着他，确确实实没有太大的作用。还是要继续盯着，不能放松。对了，还有一个人，我们可以好好利用。您是说他的女儿冯雨霏？你说的很对，冯雨霏知道的，说不定会比冯楚良知道的还要多。毕竟，他和唐宗年
有过十分密切的接触。哦，我会去叮嘱冯宇飞的。主编呢？还没回来。主编回来了。主编，好。亚楠怎么样了？在里边，他现在情况很危险，需要马上治疗。我想现在去趟教堂，让宇飞过来。宇飞不能来这里，而且我们必须马上撤离。你被发现了？巡捕房已经注意到我了，很快会查到这里。那这样，我现在去一趟教堂，我让宇飞想办法给我们搞点药来。嗯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放心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宇飞，不好意思，我又要麻烦你了。亚楠的病情恶化，高烧不退，伤口感染，所以现在很危险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他在哪儿啊？带我去看看。我不能带你去，我刚把他转移回租界，那个地方不太安全，所以你不能去。你想办法帮我搞一些药来。这怎么行啊？这样吧，你把亚楠送到这儿来，教堂相对来说比较安全，而且日本人不会在这儿胡来的。神父那边我会跟他说。这神父可靠吗？你放心吧，他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，一定会帮我们的。这样吧，你把亚楠接过来，然后直接送到告解室，在里面等我。我现在回去拿医药箱。快去啊，不要耽误时间了。好，宇飞，谢谢。教堂安全吗？宇飞已经跟亚当神父打过招呼了，神父也同意了，在那儿给亚楠看病应该没问题。亚楠的伤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得赶快把他送过去。那我们走吧。宇飞回来是吧？对，回他自己房间了。哦，德胜呢？德胜没跟他一块回来？德胜没回来，他一个人回来的。爸，刚回来要上哪去啊？我回教堂啊。回教堂？那背个药箱干嘛？哦，亚当神父一个朋友病了，他晕倒了，我去给他看病。送医院就好了，干嘛让你帮他看？他的病也不是很严重，吃药就行了。让老人送你去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医院的车班能上会来接我，而且我还需要去医院补充一点药。您放心好了，德生哥晚上会来接我的。路上小心点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好。宇飞，陈嬷嬷，来，原本这些药真的不能拿给你，你也知道，因为现在抗生素本来就比较紧缺，亚当神父既然开了口，那还是要帮他的。谢谢陈嬷嬷。不用不用，宇飞呀，你现在能给人继续治病，我真的很高兴。但是一定要记住，千万要吸取上次的教训，凡事多留点心。
我知道了。那你就先走吧，估计他们也等急了。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陈嬷嬷，好几天没见，你还好吧？浅野先生，你这次到我们医院来，又是为了什么事？不为什么，我只是来关心一下雨飞小姐。听说唐宗年在码头已经被日本人打死了，所以你们以后就别再缠着雨飞了，这事儿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陈嬷嬷，我知道你很忙，所以我问你一句话就走，希望你可以继续配合我的工作。这次你们又想知道些什么事啊？刚才你给冯玉飞的是什么药？哦，那不是什么药，只是我送给他的一包茶叶而已。哼，你应该很清楚法租界里的管理制度，擅自把药品拿出医院的话，是要被处罚的，情节严重可能会连累到整个医院。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吧？你听着，陈默，我最后一次问你，你给冯玉飞的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如果你不回答的话，我只能请巡捕房的人来问。你看你是如实回答，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呢，还是让巡捕房的人把整个医院都封了，然后再慢慢的处理这件事呢？你是亚当神父吗？我是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来，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哦，不用客气。这位小姐的情况怎么样了？已经虚脱了，需要马上治疗。先把她带到里面去休息。好。锦囊哥。
教堂这边情况怎么样？我们看到冯宇飞了，他拿着医药箱，急匆匆地跑进去了。什么时候进去的？就是在刚刚。我们要不要马上行动？马上包围起来，全部到位之后，1分钟以后开始行动。记住，一定要抓到叶锦堂、冯玉飞还有韩东林，争取给我抓活的。是。都给我好好查，一个地方都不准错过！站住！都给我站住！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竟然带着武器进来！对不起，亚当神父，我们正在追捕嫌犯，给您添麻烦。嫌犯怎么可能跑到我这儿来？你们赶紧出去！你们不能在这里冒犯天神。这些人非常危险，我担心他们藏在这里，会给您带来麻烦。你一定是看错了吧？我这儿根本就没有什么人。如果你再不走的话，我马上就给公董局打电话了。把枪收起来。亚当神父，这样就不算冒犯了吧？你们已经冲犯天神了，上帝是不会宽恕你们的。给我松！松！你们，我要抗议！你们不尊重我们的教义，你这样闯进教堂，你们不会得到宽恕的。亚当神父，我只要得到我想要的，至于宽不宽恕，这跟我没有关系。给我松！是，你们松！快点！我要抗议！继续松！神父，这是怎么了？撤，走。冯小姐，你在教堂干什么？这里是告诫室，我当然是来做告诫的。既然是来做告诫的，怎么还会带着药箱？因为我刚从公济医院回来。你去公济医院做了什么？叫回来了几个小孩，他们生病了，所以急需要用药，我就去找陈嬷嬷拿药了。我知道，我这是违反了租界的药品管理条例，可我这也是没有办法呀。你们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问过我问题了，我该说的都说了，你们还想要知道什么呀？报告。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对不起，神父，这可能是一场误会。这次我一定要向公董局抗议，你们以后也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举止。这里不欢迎你们这样的人。如果只是来告诫，来求得宽恕，我可以答应你们。也愿意为你们的罪行求得赦免，但前提是你们必须停止这一切无理和暴虐的行为。我现在请你们出去。给我撤！哼！于飞小姐，跟我走。哦。于飞，锦堂哥，外面的人都走了，这位小姐现在怎么样？不太好。这里是教堂最安全的地方，除了我，没有第二个人知道这里。于飞，
你就在这里放心的给你的朋友治病。谢谢你。谢谢亚当神父。谢谢。有什么事情，你们可以随时找我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你们先帮你们的朋友疗伤吧，我走了。来，公济医院的药品，这什么药？我查过了，都是消炎用的，还有一些纱布和药棉，都是代谢的。还有什么发现没有？从房子里面用过的碗筷来看，大约也就3、5个人。不仅宇飞去过那儿，德胜也去过那儿，他们俩都没跟我说实话。他们会不会发现什么了？这锦堂是不是拿到唐宗年的那份情报了？我看得很清楚啊，唐宗年根本就没给锦堂任何东西，只是跟他说了几句话而已啊。要是唐宗年直接把我们俩的名字告诉了锦堂怎么办？不会，不会。我跟锦堂相处了几十年，难道抵不过唐宗年的一句话吗？这就奇怪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看来这个突破口只能摆在德胜和宇飞身上了。在宇飞身上，或许可以得到更多的消息。阳光才那里怎么样？哦，今天下午4点，他去渡边那里领赏钱，我让他把字画给带上了。好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去哪儿？钓鱼。请。杨棺材，你这次提供的情报非常珍贵。唐宗年上船的时间、地点都很准确。看来你比我的那些手下可要强得多。杨棺材，杜边先生，千万别这么说，您这不是折煞小的吗？你上次确实亏待了你一些，我的心里一直觉得过意不去。所以今天叫你过来，也打算给你一些补偿。哎，补偿？别介，渡边先生，您弄得我多不好意思。您这杨棺材，记着，以后再有什么重要的消息，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。我希望以后我暂时不去找你，而是你能经常的来找我。那是肯定的，渡边先生，有您这么接收的怎么样？我拔剑还来不及呢嘛。隐约的可以听到他们一些谈话。看来杨棺材为了钱，谁的生意都做。我最担心的，这会不会让渡边发现？这只是暂时的办法，你尽快在他们附近找个地方安排监听。我已经安排了，就在他们附近找了一间房子，设备下午就能到位。什么字画就那么值钱啊？看来这方面的消息你也知道不少啊。这东西我连听都没听说过，他们说叫流芳什么的。哦。这两幅字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啊，我有一朋友，平时特好赌，还抽2口。这不是吗？他把钱都赌光了，还欠了我2、3个月的烟钱。您看，我这也是开门做生意，那咱能干吗？他天天抽着大烟，逍遥快活，那咱也不能喝西北风不是？所以我就拿了他2幅画，顶了烟钱。你也知道，这玩意儿在我手里就跟擦屁股纸没区别，他变不了钱呢。所以我就想找个买主，想出手呢。你想卖多少钱？得了，您给我6000块。你要6000块，我可以给你。除了买你的字画之外，也算是给你那份情报的赏钱。那
不好啊！谢谢东莞先生，谢谢。另外，昨天刘家港码头的枪战听说了没有？听说了，那能不听说？那动静大着呢，听说死了好些人呢。我想让你帮我去打听几个人的下落。什么人？渡边让杨怪才打听景堂和韩东林的下落，下午就把监听人员弄到位，随时注意他们的消息。动作要快啊！我明白。就他娘的给这么点儿，渡边，他奶奶的龟孙子！我呸！于飞，冯医生，亚楠怎么样？有危险吗？他是伤口感染发炎导致的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这瓶药你们留着，记得每天给他吃1颗。好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于飞，于飞，别说话，没事的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好好养伤吧，没事的啊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我送你出去。千叶的人一定还会盯着你，你一个人出去太危险。没关系的，他们已经来查过了，查不出我什么东西来。再说了，德胜哥一会儿会来接我的。要不然我们先撤出去。不行，我想千叶这会儿一定对教堂加强了控制，暂时出不去。尤其是你，你已经暴露了。我知道有一条路可以通向隔壁的福利院，要不景堂哥你跟我去看看。如果你们要出去的话，说不定可以走那边。那好，我跟他上去看看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好。主编，我没事。安心养伤吧。景堂哥，那边就是后门，你出门左拐就会到隔壁的福利院。出门左拐啊，我就不送你出去了。等一下。我一个人出去没问题，可我担心韩东林跟亚楠他们走不了。要不我去找德胜哥，让他来帮你。不，千万别告诉德胜。景堂哥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为什么亚楠会跟爸爸在同一天受伤？你们之间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没什么事，亚楠受伤跟你爸没关系。于飞，你相信我，他们是好人。韩东林和亚楠是共产党，他们都是抗日救国的英雄。我知道他们是好人，可是我就是想知道你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。于飞，你记住，只要不跟任何人说起我们的事儿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保护啊！那你接下来怎么办？亚楠姐现在受了伤，要把她送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如果需要我的话，你就告诉我。如果不介意的话，你们可以留在这儿。亚当神父，于飞小姐的朋友应该是值得信赖的人。但是神父，您刚才看到了，我们的人受了枪伤，而且日本人已经盯上了教堂，并且直接对你构成了威胁。正因为日本人这么做，所以我才觉得你们应该选择留在这儿。日本人擅自闯进了教堂，我已经向工董局提出了抗议。他们不会再乱来了。
教堂和地下室相对来说比较安全，日本人就算闯进来，他们也找不着你们。你们可以等亚楠小姐把伤养好了以后，然后再想办法离开这儿。金堂哥，我觉得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了。那谢谢你了。于飞，我先去地下室看看，你自己小心。放心吧，一会儿德胜哥会来接我的。于飞，德胜哥，我来接你。先不用跟着冯玉飞了，或许他是故意想把我们引开。你们在这里盯着，我就不信他们进去了就不出来。我先去汇报。好，你们盯好。亚当神父已经同意我们留在这儿了。对，我觉得这样也好。一来亚楠可以安心在这儿养伤，二来我刚才上去看过了，渡边的人已经盯上这儿了。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出去的话，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，别给神父带来什么麻烦。这个你放心。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出去行动。毕竟渡边他们不认识我。外面的行动就全靠你了。亚楠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告诉冯医生，让他也注意安全。我们这次又给他添了不少麻烦。以后亚楠没有事儿，也让他少来教堂。现在日本人也盯上了他，这对他来说也非常危险。我跟宇飞交代过了，如果有急事找我们的话，神父会帮忙传话的。我们现在要做的事，就是尽快找到唐宗年的情报。怎么还带着药箱啊？是给亚当神父带了些药过去。他没事吧？于飞，你又去见过锦堂了吧？没有啊。你昨天身上那个血迹，是那个叫亚楠的吧？亚楠受了伤，锦堂也只有找你帮忙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如果要说的话，我昨天晚上都已经跟老板说了。对，我是给亚楠姐看病了。锦堂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？你想问的是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能问些什么。我以为你知道的会比我多。锦堂不愿意跟我讲，也许他会跟你说。我也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什么都没有跟我说过。我只是觉得，锦腾哥好像遇到了大麻烦。德胜哥，你能不能替锦腾哥守住这个秘密？我能，我当然能。作为他的兄弟，我相信他的选择，我也相信他能处理得好。不过宇飞，这样难为你了。一边是父亲，一边是锦堂。宇飞，不要再去教堂了。我不想让你牵扯到这件事情上面来，这样对你来说没有好处，你知道吗？走吧。现在先不要动他，你
先注意他女儿的动向。哎，知道了。哎，继续监听。是。看来他们会一直盯着雨飞。我们是不是尽快把雨飞送走啊？渡边这个鬼呀！渡边，他就知道雨飞是我的死穴。但问题是我现在担心啊，如果真的把雨飞给送走，会让渡边产生一种错觉，认为我已经做好跟他对抗的准备了。问题是我现在连放手一搏的实力都没有。您的意思是让雨飞留下，好让渡边对我们放松警惕？先留段时间吧。既然他有这么一说，咱们就将计就计。这样对雨飞会不会太危险了？现在也只有用这个方法了。等一切准备妥当之后，从警察那取得情报，我们再安排雨飞走吧。东西理得怎么样了？哦，都差不多了。其实也就那么一点东西。这几天就别去教堂了，在家里好好休息几天。可是亚当神父还要我去帮他呢。帮他什么？看病啊？你那地方到底是教堂还是医院啊？其实是亚当神父病了，所以我去看看他。哦。老爷，阿胜来了。老板。啊，来，一块吃饭吧。好。老戴。啊，雨飞，拿锅碗筷来。好。有事儿？嗯。待会儿再说。好。谢谢。要是景堂在就好了，一大家子一起吃个饭，就像以前那样热热闹闹的，多好啊！德山，有机会碰到景堂的话，告诉他，他一个人在外面辛苦了，找个时间，找个时间大家再聚一聚吧。毕竟是一家人。再忙，总是得见见的。知道了。都大了，一个个都管不住了。哼，真的是都大了。好了。好了，我吃好了，你慢慢吃啊。德山，吃完来趟书房。好。老板没问你什么吧？可我总觉得他好像知道了什么。德胜哥，你觉得我们这样做对吗？说句实话，我现在也有些没有方向。我相信景堂，但在老板这里，我说不过去。老板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
就是我发现有2台监听设备被老徐调走了。那是我让他去办的，有问题吗？啊，那就没什么问题了。只不过之前监听小组是我负责的，这次有点突然。你要接送宇飞，就没找你了。老板，咱们这是要监听谁啊？这你就不用问了，等该告诉你的时候，自然会告诉你。你现在主要任务就是要保护宇飞，知道吗？好了，德生，我知道你很想参与行动，但这次有老徐就行了。这监听也不是什么大行动，你不用担心啊。明白。没别的事要告诉我吗？啊，就这事儿。那我先走了。德生，如果有景堂的消息，要告诉我哦。明白。真的很久没有联系上景堂了，我很担心他。我现在只有靠你，只有相信你。明白。你是说，我爸爸还有德胜哥，他们都知道你在做什么？知道。那他们为什么要骗我？我想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，你知道的越少，对你来说就越安全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能问些什么。我以为你知道的会比我多。景堂不愿意跟我讲，也许他会。我们不是一家人吗？我们不是对对方都很了解吗？我不信这一切会改变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我现在更加珍惜。但是宇飞，从今天开始起，我要用我的方式来处理一些事情，这是你所不能理解的。宇飞，听我的话，离开上海，离开这个地方。景堂哥，你能告诉我，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？怎么样？还没动静？有没有情况？教堂里没人出来。有没有后门？有，但是还是没有人出来。离近一点。是。唐宗年那几句话，你分析的怎么样了？光靠这几句话，很难知道唐宗年究竟想说什么。我还是之前那个想法，我觉得这一定是银行保险柜的密码，而且保险柜就在同利银行。那咱们先从银行查起。我之前执行过一个任务，是保护租界里的4大银行的重要人物。当时正好有一个中行的科长姓吴的，我救过他一命，我可以找他打听打个消息。那好，什么时候把他约出来？
咱们见见面。我想这事儿还是我一个人去办比较好。你和亚楠现在都已经暴露了，待在这儿比较安全。你一个人在外面行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从安全的角度考虑，我想这次一旦我出去了，就不再回来了。我到时候可以用其他的方式跟你保持联系。这样，在高平路上有一家小照相馆，叫海棠照相。那是我们的一个秘密联络站。有一个叫陈公奇的，你把情报给他就行了，他会转给我。那我怎么跟他接头呢？你就说你是送药水的，德国显像水，他会问你要多少。你说不多，但是陈老板急需要用。通利银行？对，通利银行。我是想问问您在那儿有没有什么关系？通利银行啊，是美国人开办的银行，我们呢有一些接触，但是不是很熟。我想办一个私人保险柜，不知道需要什么手续。嘿，你办保险柜你找我呀？而且我劝你啊，办保险柜这种事情啊，一定要在民国政府开办的4大银行办理，这样才安全。通利银行的保险柜啊，他们的保险柜都不如我们银行的保险柜安全。为什么？通利银行啊，它是一家老的银行，它那里设备啊都老掉牙了。我跟你说，哎，就说它那里的保险柜吧，连密码锁都没有。我们这儿就不一样了，我们保险柜是最先进的机械式密码锁，3组数字，6位密码，绝对保证安全。你是说通利银行的保险柜是没有密码的？嘿，是啊，他们用的是老保险柜，这搞我们这行的都知道啊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，他们也有他们的好处，就是他们申请保险柜是匿名的，而且保密工作做得也不错。那就是说，他们的保险柜是没有密码的，只有钥匙。没错。